好的，那么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来自于我们的清新大神的最新一期妈妈我要早点回家视频，来自于诸葛亮的速通。那这个速通呢用了15分钟15秒钟，比之前的 TAS 还要快啊！而且呢咱们都是正道来的。虽然说大家伙了解 TAS 嘛，毕竟是远超人脑所能带来的极限啊，还有这个容错率啊，应该说它是完全的没有错啊，就是因为只要错了就无限指正，再加上操作呢细腻，所以说呢观赏方面上啊就是非常的强。你说这个妈妈叫你回家吃饭这个事儿吧，她又凉不了，多花几分钟也无所谓，但是不行，汤就得敢喝热的。像我狼呢，这个未来要做什么东西，做什么视频，也要趁热来啊，对不对？那今天呢，也算是一个比较长情的告白啊。一直以来大家伙都了解，对于我狼来说呢，可能这个尤其是现在这个斗鱼是吧啊，然后直播圈啊各种乱，我狼呢也是大半年都没有做。接下来呢，工作重心放在了这个做优质视频上啊。接下来呢，就会给大家伙做这种专有我狼的这种讲述方式，给大家伙讲一些游戏啊，还有一些事儿什么的啊。希望大家伙能够支持，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伙相当于发一个情书吧，因为毕竟呢，时代也变了啊，我狼呢也要跟着这个时代走啊。好 ，OK， 当然第一关打嫂子的话呢，必须要看这个咱们的这个体术。诸葛亮呢，虽然说一出来啊，咱们选这个类风云版本呢，一出来呢是先是一手这个神仙笔，然后这神仙笔呢直接就把这个第一个小兵给清掉啊，一下来的时候先清掉这个所有小兵，它变成了神仙火。然后呢打这个 BOSS 的出呢，就是要用咱们的正常的连段啊，其实也不用说非要说借用这个小兵来打这个高段连击，主要呢就是呢这个在有限的这个升级阶段啊，因为咱们中间呢是有一段升级的啊，在这个阶段呢是连打3套，然后呢打压制起身，第4套的时候呢搞定好这个孙基啊，也就是孙尚香啊，给他搞定就好了。那直接一上来，然后走这个暴动。走暴动的话呢，然后用这个喷火啊直接搞定，但是这一手呢并没有搞一个小箭筒，然后吃上隐身衣。这里面呢，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吃这个隐身衣啊？因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呢，即便是 TAS 也最好是要用这个对吧隐身衣，因为完全无敌的情况之下啊，即便咱们的容错率高，你完全无敌，那咱们的方案呢就会变得非常多，肯定会比这个没有隐身衣的话要更优质一些啊，可能这个可选择更多一些，能提升1秒钟、半秒钟，它也是提升，对吧？如果说你这次提升了半秒钟，下次提升了半秒钟，合起来就是1秒，那么对吧？接下来这个整个这个有可能大10秒钟就挺进来了。这个记录呢是不断的在创的。人脑的话呢，我实话实说啊，肯定是搞不过这个TAS 的，没有办法。因为人脑的话呢，它不光是容错的问题，主要是它是一个操作极致的问题。你像咱们这边啊，这个无论是容错也好，还是这个对吧？主要是在操作方面上呢，基本上就是像这个人手啊，实在是达不到它的这种细腻的这个程度。好，起身直接压啊，打了一手小9连。它这个9连呢，最后一点并不是利用咱们的正常的这个特殊技，或者是 A 一点，或者是搓一下，它是利用下蹲，它利用这个下蹲啊，然后来打。包括这次呢，在角落里是用了跳 A， 所以说也是挺有意思。然后来打了一个这个无名之火，捡起来。好的，前天啊，是用他前天 A 打起手，回身一个小9连，升级一弹，起身反压。这个铁甲兵呢，你看啊，又开始了。铁甲兵呢非常的配合，在最后伸出一个大飞刀的时候呢，诸葛亮呢是选择用血杀去搞。血杀的话呢，打血也是偏多一些啊，主要呢用来打这个4招1式，最后呢这一点啊你也懂的。好 ，OK， 蝎子过当啊，因为咱们走这个独门，你看这个独门啊跟119咱们常规的这个夏侯渊啊，就是看的就不太一样，因为你独门的话哈，它毕竟还是有一手这个。对吧？这个连你没有将，你怎么蝎子过江？只能是蝎子过当，对吧？咱们就强行押韵一下啊，这个将和当后面都是昂，哎，无所谓了啊。OK， 直接一手小上路。这里面呢，该放雷放雷啊。这个雷的话呢，和毒啊打这个熊稍微好使一点。理论上讲，雷呢打这个熊是最好使的，因为它一下就可以毒死。而这个毒呢，虽然说一下死不了，要2下，但是毒呢它有延迟效果。
啊，对吧？有延时效果，就是这个延时效果呢，就比较实惠了啊，就是可以也秒掉。但是呢，还是不如这个雷，因为你放的好的话呢，它这个雷呢，可以这个多段啊，不是像这个等级低的话呢，可以你只能放出一个单地火的雷啊，就不太合适。好，一个雷霆万钧。该拆这个地方呢，很多人说啊，这个怎么才能打得快啊？你可以看到，他先把这边一捅，然后呢，直接把咱们的这个胖子兵啊，把这个胖子锤兵、石锤兵呢，直接就给拖没了。这也是一个小技巧。然后看看一起身，先手一个爆气锁，这是有点类似于像这个119的这个爆气锁方式。它这个伤害不是很高，但是贵在打得非常的连贯，敌方不会破招。可以看到各种锁，这个方式在以前咱们的这个踏字表演，甚至是人脑表演上是没有的，这有点类119玩法，但是它的伤害呢是比119要高。可以看到再来一套起身，这个挨打好像是比较实在啊，并不耽误他的速通时间，所以说也就没有选择再融回去。这里面呢，因为它不耽误时间，所以说挨打也可以。还有一点呢，挨打的话呢，在某种意义上呢，也是给自己加气儿啊，就像这个一样，给咱们自己加这个能量。这个能量呢，肯定是有它的用处的啊。有可能有的时候就差那一下，如果对吧？如果你差那一下的话，对吧？没有爆气效果。好的，先手一个隐身，我们看看一个隐身一打先手，这个套路是怎么个情况？啊，直接开始打，锁出来。然后直接一个小地滚 ，A 一下，然后再地滚，可以看到地滚的时候呢，这个机关打不到咱们，回身一个铁骑的咕咚啊，直接就是破招，破完招就是地滚。可以看到呢，尽管啊咱们这个气的用途呢并没有考虑到，但是呢还是要用一手这个元军令的这个夏侯惇，然后呢元军令呢直接滚这个张辽，伤害呢非常的可观啊。诸葛亮用体术打张辽，并不是说也不能说不疼，他并不像其他的武将啊打得疼，而他呢这个只能打出9连啊，伤害呢还是一般。如果用常规的方式打，确实很难受。最起码呢是选择了一手啊，对啊，这个事实上啊隐身一这块啊，当然你们也看到了啊，第一时间就对张辽做出了伤害，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啊。你这样的话就会节省2到3秒的时间。你不用说非得考虑的把那个旋风的这个风卷残云给放完，就可以对他进行破招，否则呢你还要挨打，你要站到那个位置上是要挨打的，对吧？啊，而且呢第一时间要从他正面往回打，把他打进角落。如果你要从身后打呢，虽然说躲掉了这个风卷残云，但是你把他打到角落外面了，这样的话不利于咱们的夏侯惇用来打这个无敌风火轮，所以说不太好。我们看看，直接来到了烽火台。由于咱们只用了15分钟15秒，所以说这个视频呢非常的紧凑啊，对吧？啊，非常的紧。这个我狼呢非常的，以前都是非常的长啊，现在只能非常紧，所以说解说呢比较赶。由于呢咱们这个视频呢也算是跟大家伙预告一下，就是说接下来这种类型的视频呢可能会很少甚至没有，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是很少。因为我要做这种专门的这种讲述的这种视频啊，比如说类似于给大家伙分析某一个游戏、某一个角色、某一个人物，然后呢用来这个跟大家伙来这个精讲啊，也不谈不上精讲，唠唠嗑，开开心心。本身就是陪大伙睡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也可以分啊，比如说97系列、98系列啊，三国战记、恐龙快打啊，讲一讲各个游戏啊、各个角色。啊，还有这些游戏厅当年的这些往事，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啊。这也是我的老本行。如果真让我做技术剖析呢，咱们确实不专业。现在网上有这么多专业的大神，他自己也能玩，自己打的也是好，再加上有好多理论大师啊，那我狼是真的是比不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还是比吹牛。在吹牛这一块呢，反正啊，对吧？吹呗，这玩意儿也不上税，对吧 ？OK， 我们看看。接下来呢，咱们是有爆气的效果，我们一看看，都了解啊，在这里是要撞这个萌萌。如果你要撞萌萌的话呢，是要考虑到一件事情啊，这个也要用隐身一去捡的，对不对？好，对，隐身一，然后呢 A， 这里面呢不去干扰，不干扰这个 BOSS， 张灵剑一扎，这里面的方案，好，直接一爆锁。这里面呢，由于隐身一的这个录制效果啊，所以说它会变成了一个真隐身的状态。好了，第二套
最后一点血，直接一个飞轮，飞轮呢依然对吕蒙啊是有这个高额伤害。他2套啊，首先呢，先是锁出这个兵剑，在锁完了之后呢，这个伤害呢也是跟进了一点，然后呢打2套，这2套呢，这应该说是2套半啊，因为这个张灵剑之后呢，诸葛亮呢还是要跟上了他的这个兵剑的这个追击效果啊，然后属性剑呢打最后一击，伤害也是非常爆。虽然说呢吕蒙不怕兵，但是也还好，至少呢跟普通剑是吧，要好一些，毕竟有属性伤害啊，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设计啊，然后再加上呢后续也是。正常的利用这个普通剑来打连击，最后呢换成兵剑，然后再去捅这个吕蒙，2套了之后呢，最后用一个飞轮直接结束任务。OK，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被连捅2下，利用1颗气的雷霆万钧，直接秒掉了全屏当中所有的怪啊，所有的小兵。这里面还是要雷霆万钧，因为没有电剑啊，所以说速度还是要快一些的。我们看看这边直接往右边走，那么直接就来到了许旭这里啊。当然呢，风云再起的话呢，他就是许褚了啊。当然这里面这么走的话，我们懂的都懂，他这个方案跟以前的完全的不一样因为大伙儿之前看的这个视频啊，都是要走这个左慈路线，对吧？都要走左慈路线，所以说这个路线呢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传新路线啊。OK， 这里面直接一个小金珠捡起来。走完了之后，再小金珠拆第2个车，然后坐等 BOSS 一出，回神要怎么多直接打，要戳这个雷神锤捡起来 ，OK， 用萌萌来打。这里面这个，因为它会在空中强制落地，反而呢更容易被咱们实现这个无限连击。这个连击呢，它是伪无限连，但是呢敌方确实是没法反抗。它在空中的强制落地，但是落地的时候呢并没有反击的能力，所以说呢在第一时间就被咱们继续的转呀转啊，这个大风车直接转死。其实用吕蒙的话，主要是利用招安状啊来打这个司马懿的比较多，但这里面呢咱们也看到也确实很实在啊。一个毒直接毒掉，戳2下啊，戳1下之后呢，直接让它缓完了之后呢，再变成毒。可以看到这里有爆气的效果，这个伤害很高。最后一点血杀再戳完，特殊技戳1下是3连，再最后一点再戳跳 A， 可以看到实现了一个类单秒的感觉啊。如果是玩一统中原版本的第一A 代目或者说是乱世枭雄，大家伙了解啊，在这里放这个太平清岭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啊。但是咱们这里面呢，主要是体现到诸葛亮，你也看到了，刚才诸葛亮确实非常的帅啊，他利用自己的这个兵剑对兵属性啊，对这个黄盖的高额输出，已打出了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效果啊。你也可以看到，主要呢在这个爆气的情况之下啊，敌方在浮空状态，利用这个爆气的属性剑可以打出多段连击，然后呢在最后再接，最后一式呢血量还有一个加成，所以说更是给劲儿啊。OK， 你可以看到啊，这里边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气儿还是不太足。刚才那个卖的那个血啊，你也看到，就是第3关卖的那个血，确实是有说法的。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他甚至在5分钟之内都没有说法，但是我差那么一点，可能在5分钟之后，会体现出来。刚才你也可以看到啊，很多时候呢，雷霆万钧要秒屏幕上的兵，比你诸葛亮用体术或者道具要好得多。好，又是无敌烽火轮，回神 EA 再无敌烽火轮，这回神 EA 这个很重要啊，赶紧破坏掉他的这个反击状态。回身这一下 A 直接 A 死，将近2管血的魏延。OK， 这里面还有援军令，赶紧走，直接来到了乱世枭雄。2个大傻子啊，往前一冲，然后也不知道见没见到 BOSS， 中间呢还有兵，所以说呢这2个人直接就记了啊。看来还是2个有2个山屯子的这种操作，明显跟不上潮流啊。小的时候我在这里我就理解不了，我觉得他俩往前冲干嘛？第一是他们被咱们打败，可能是招降了，对吧？可能是招降了啊，对吧？然后呢，第2个呢就不太理解了，他带着兵往前冲，然后没了也是。怪怪的啊！等到以后我做《三国战记》的这个解析和分析的时候呢，我会给大伙专门讲这段的剧情啊。OK， 直接纳命来，可以看到啊，招安状接纳命来，你们也懂的，直接单秒，这个是纯单秒啊，这个人脑都可以搞定的啊。所以说大家伙也不要觉得有多神奇，只不过呢 ，TAS 会更稳一些。OK， 落地。神仙比的话呢，很多人都说要打一手神仙石，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好像他这次并没有用神仙石啊。神仙石呢也可以用来后接，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我们看一下这个，首先的这个爆气时间已经过半，先是一个飞轮起手，然后换成了魏延，
连续多砍，这样的话强制落地，可以最后的一个单顶，1-2，只能打1点，那最后一下了 ，OK 换回来，直接再换成魏延。可以看到这一下能打好多的血量啊，应该是整体血量的50%左右了。再 A， 最后一下可以，那根本不需要其他的道具啊，只需要魏延就好了。那果然魏延克曹操谈不上，但是确实很强势。这些宝呢，明显啊有点浪费了，也就是说啊，神仙蝎，哈哈，没有用的意思啊，直接爆气呼风。可以看到啊，在曹操死的那一刻呢，咱们就已经算是通关了。所以说，在这种意义之上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有好多宝，如果不捡能节省时间的话，是可以不捡的。